千层山峰直刺苍穹，峡谷峭壁万年枯荣。今天我们来近距离观赏近世纪冰川雕刻的风景，体验美丽而孤独的峡谷，感受来自地球变迁的震撼。欢迎来到国王峡谷国家公园。沿着大陆板块碰撞的裂缝，穿越火山岩石，走到山路的尽头。现在我们游览的是国王峡谷国家公园的景观公路。这里展示了国王峡谷的大部分区域。纵观其广度，美国最广阔的荒野之一，在你面前一览无余。遥看其深度，从最低的湖泊到最高的山峰，有着3000米的落差。这甚至比平均深度1600米的亚利桑那大峡谷还要深。可能你会说，这看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深啊。别着急，当你跟着我走进峡谷，直到公路的尽头，就知道了。首先，这个峡谷为什么叫国王峡谷呢？其实是因为流淌在山间的河水叫国王河而命名的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中部和南部的国王河分支汇合在此处，不断冲刷并重塑着这个北美最深的峡谷之一。然而这里在侏罗纪早期时曾是掩埋动植物的浅海地区，后来这片史前海底被火山热浪掀起，挤压融化，扭曲上推，海洋中的沉积物层变成了今天你看到的大理石及岩壁山脉。当你继续沿着国王河驶入峡谷内，你会发现地貌突变。映入眼帘的是大理石山，这是内达华山脉形成之前的景观遗迹。而它旁边的这片岩壁非常坚硬，以至于它是峡谷中唯一一处河流被迫转弯的地方，这便形成了马蹄形河湾。虽然景观遗留了历史线索，但地质学家们对变迁过程还是各持己见，所以都不足以为我们拼凑出完整的事实。但他们都相信，如今的地貌还在变化中，因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国王峡谷曾被评为优胜美地的竞争对手，那它是否真的如此独特呢？让我们沿着景观公路继续前行。刚刚从西侧进入景观公路到此，你看到的岩壁很陡峭，山峰如锯齿状，这是被河水雕刻的痕迹。春日融雪，夏日涓流，全年流淌的河水带走碎石，万年不停地切割着山谷，使其形成狭窄的路径。而在继续向东行驶至峡谷的尽头，你却会看到一片开阔的草地高山，峡谷岩石也变得光滑，而这便是被冰川打磨过的原因。1万到150万年前，内华达山脉上升形成的积雪数百年来不断堆积，压缩成冰川，铺满了峡谷。在冰河世纪期间，当冰川一直延伸到了瀑布这里，便开始融化成河水，向下游切割着山脉。而上游之巨大冰块沿着山坡下滑，刮蹭雕刻着峡谷两侧的峭壁。当冰河时代结束后，冰川融化退去，便留下了今天看到的这片峡谷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王峡谷看起来不如大峡谷那么深的缘故了。因为亚利桑那大峡谷是科罗拉多河历经亿万年切割形成的，所以岩石显得很陡峭。但在内华达山脉的国王峡谷，经冰川移动，峡谷间变宽，岩壁便没有那么陡峭了。
行路至此，便是公路所能抵达的尽头。如果你还想继续探索，可以在此处下车，在获得公园徒步许可证后，改换最原始的步行方式，走进峡谷的更深处。原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国王峡谷，是经历了万年的地质更迭、冰川洪水、火灾侵蚀，才形成的宏伟景观，让人不禁在感叹人类渺小的同时，也对自然的力量心生敬畏。你喜欢这样的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吗？